你不要看桥南新安每天人很多，其实一到过年的话，很多人都手里都没有什么钱，特别是那种单身汉。这句话要得罪一大片人了。没事，有很多人他都是做一天，他就今天做了500-600，然后手里有点钱了，然后明天就可以不用干了，然后没有钱再去上班，再去做一天，这就是热节，就是日结。今年那个刚开始那个行情的时候，最少都是700-800多。对，今年宁宫的行情水涨船高啊。是不是因为今年这些物价都涨了？不是物价都涨了，今年少了好多人。今年到处都缺人，有很多人都回湖北了，对，回湖北老家做了，有的照顾小孩，有的身体熬夜扛不住了。你要自己勤快啊，你要每天都做事啊，哪怕你每天100块钱的收入，你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千块啊，是不是啊？人不怕慢，只怕站着不动。只要做事呢，它多多少少总会有一点收入的，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死的循环。不管什么东西你都做，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点收入，到最后呢，就是价钱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就是一个不挑活的话，就越来越价格就越来越低。对，就是一个死的循环。但是一挑活了，这个人就变难了，也没钱挣了呀。现在就是一个死循环了，就是形成一个死循环。像我们以前生意不好，还不出去打零工啊？那你不做事没办法呀，不做事要吃饭啊。你在家里你要自己买的吃啊，买的喝啊。打零工还管饭呢。打零工起码管饭啦，管2餐饭啦。你不做事没办法，就想方设法搞钱呐。所以说这人不能懒，要做事，要搞钱。我来到这广州以后，我感觉我都开始奋斗起来了。我以前这个是很随性的。是的，圈子不一样的，别人都在做事，你一个人在玩，你好意思吗？是不是？你像楼上楼下到处做的机器响的哐哐响，你在家里睡大觉，你睡得着？是不是？别人在挣钱，你在睡觉，你睡得着？是不是？你这个年纪睡得着觉的。是呀，所以说看个人的习惯，有的人喜欢在厂里打零工，有的喜欢做长工，有的喜欢自己2个人在家里做。每个人对自己工资啊、工作的环境啊，他都有不一样的理解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说这样好，有的人说经常打零工好，有的人说做长工好，有的人说做自己在家里做好，每个人的定义它不一样，个人对个人选择不一样。这边的话，因为产业大嘛，就什么样的模式都有。对，那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都能够满足你，是不是？你看你是什么需求，它都能够满足你。那你觉得的话，这几个模式呢，哪个好一点？我觉得，因为我之前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。因为我之前在厂里做过，我也做不习惯，我也不习惯去打零工，天天要去找事，我还是习惯自己坐在自己家里面做。因为他们打零工就是每天去找累啊，我不习惯啦，是不是啊？打零工的人好多啊。对，好累，我是喜欢拿一点货，自己2口子在家里面关着门做。是舒服一点，就是说没有厂里和别人比较那么累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月下来，别人厂里面一个人做多少，你做多少，一比较一说出来，那脸上挂不住啊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就好一点。我们是在厂里不习惯，以前我们也是在厂里做。就是说我们从来就不跟别人比较，比如说同样是小作坊，别人一个月可以干4万几啊、5万几啊。我只干3万几啊，其实干3万几我也感觉满足了，因为别人做事的手脚有快慢，是不是啊？款式也有简单也有麻烦，这个真的是比不了。其实做多少自己满意就可以了，自己感觉可以就行了。但是对比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。收入付出的话，还是跟收获还是成正比的吧，我自己认为。就是说比一般的收入的话，像我们做1天事，就相当于是别人上2天的班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做15个小时，别人上班只上8个小时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是15个小时，现在我们做1天的事就叠别人，就相顶别人2天做事。其实平均算下来的话，收入其实也比别人的收入也高不了多少。如果按8小时算的，那就差不多嘛。对啊，当初只学了这个手艺，没有别的手艺啊。以后呢，有没有想以后就接父亲的班啦，接父亲的班了，接我老父亲的班了，去种田了。有没有想着扩大一下生产？
没有那个实力。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。就是说现在的服装行情不像之前那么好，现在就是有货的时候没有工人做，有工人的时候货又不多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就是货多的时候，你对接的老板单价不高的话，你找工人的工资要涨啊。现在什么都涨，工人的工资肯定要涨啊。你接的货你赚不到钱，你那干的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你自己辛辛苦苦从早上别人还没来，你就要起来打开门，是不是？别人零工走了，你还要在家里收扫啊，送货呀，搞这些东西，你算下来你自己没挣到钱，你说搞那么大个位置有什么用？房租又贵啊，现在房租又贵啊，现在房租又贵，生意又不好。事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说没事做的时候，你就一个月的房租、水电、生活，你自己一个人的零花开支、家里的开支，你都要，那都是算出来都是头大的，挣不到钱没用啊，是不是啊？搞那么大的位置挣不到钱没用啊。想转行自己又没那个实力，现在做什么都困难，不敢赌。上有老下有小，你把这个你输了怎么办？又不是说没有，攒点钱也不容易。你做什么都有风险呐。不能输，对不起。你现在亏的话，又亏时间又亏金钱的话，那真的是不好搞，是不是？小孩子等着要用钱，自己年纪越来越大，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，现在只能够说求稳。也想过改行啊，但是改行你要时间。什么东西要时间，你们时间也耽误不起。要时间没时间，要实力没实力，怎么搞？像我们父母那一辈，他也没多大个能力帮我们，我们都是可以说是两手空空的来打工，就这样慢慢把日子过出来，把小孩养大，是不是啊？把父母把小孩照顾好，我们自己在外面把自己身体照顾好，那就不错了。父母健健康康啊，孩子健健康康啊，我们健健康康啊，少挣点钱，就很满足了。这就是平凡人的一生。对。你们在这边一年大概开支多少钱？我们2个人的话还算是比较节约那种。我们一个月的话就是生活费加房租加老家小孩的生活的话，6000块钱。在另外的现钱呐、什么辅料东西啊、配件呐、那个配料啊，一般都是老板出，现钱是我们出，但是那个配料都是配件东西都什么的，那个像这个绳子呀、那裤子穿绳子啊、拉链呐，这个都是我们先垫钱，然后老板再来结账。就这个的话应该就不算的吧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6000块钱吧，平均的话6000块钱。因为老家的钱你是不可能节约的，是不是？你一节约的话，老家小孩。这个是不能省的，2个小孩开销也大呀。因为我们小孩是双胞胎嘛，小孩是14年出生的，然后14年的话，15年我们就出来上班，然后小孩就给爷爷奶奶带，然后每个月奶粉钱都是4000多，然后吃到2岁，后来才慢慢的存一点钱就把房子建起来了，然后就20年买了车，然后现在也考虑买房了。准备在老家县城吗？还是在哪儿？在县城吧，天门吧。在县城啊。还在努力当中，还在奋斗。现在是别人一结婚就有的东西，我们到10年还没有。对，一起打拼来的更好。自己赚来的更香，是不是啊？自己挣来的双手挣来的更香，孩子越大越要花钱了。对啊，他到了中学以后，别的不说，他一个月生活费他得好几千块。对呀，这就是不像孩子，不像他小时候，你买什么他穿什么。现在大了个是他要什么你跟他买什么，是吧？他有要求了。现在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，父母给什么我们就用什么，父母买什么我们就穿什么。现在的孩子他不是这样啊，现在是他要什么你才跟他买什么，他不要的你跟他买了他不要啊，放着丢在那里不用啊，不穿呐。买的衣服，你跟他买再好的衣服，他不穿呢，是不是啊？现在的孩子，他的想法就多一些。孩子知道你们在这边干活做什么吗？知道啊，有时候那个他们放假了会把我们接过来呀。接过来。对，他们去年都过来了，然后过年过来的时候就帮我们
帮我们有时候翻翻衣服啊，剪剪线头呀。那这行以后还会让孩子去做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为什么？太辛苦了。自己吃过的苦，就不希望孩子再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现在像以前我们的父一辈，他们种过田了，他就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去种田，是不是？打工都比种田强，是不是？自己吃过的苦，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吃这样的苦。累啊，累，真的累。一代要比一代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涛哥？对。做这个真的辛苦。那像这样的情况，像你们的话，孩子都是在家里面，差不多都是留守儿童啊，这样的啊。对，留守儿童，有时候一想想也是挺心酸的。孩子读书这些怎么样？孩子读书，从来不过问成绩的。从来不过问成绩。不过问成绩，怎么说来着？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，只要他健康啊、快乐啊。对，关键是现在小孩读书压力也大，学习也辛苦。早上像我们小孩的话，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了。5点多钟，你那是上学怎么那么早？因为我们离镇上比较远，到镇上去上学的。对，然后坐校车的话，5点多钟就要起床。这么早？对，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就6点了。有时候孩子上学对挺辛苦，有时候你问他了，他不愿意回答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打电话他又不接了。你像对啊，你们这样长时间跟孩子分开的话，是不是感情会比较淡一点？还好，这一点还好。孩子我们一回去了，孩子还是连爸爸妈妈。那像这样子一年到头跟孩子时间在一起比较短，会不会觉得亏欠孩子啊？会呀，当然会呀。会有这种想法。会有这种想法。但是也不能，有时候和孩子在一起的话，也不能表现的太那么的，是不是啊？太那么表现出来，不表现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觉得表现出来有点纵容孩子的那种感觉。纵容孩子。对，有时候他不听话呀，比如说有时候在家里不听话，爷爷奶奶说，然后呢，在这里的话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接到身边的话，他不听话，我们该打还是打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说呀，平时孩子不在这里啊，他不听话啊，他在这里犯一点小错不打，那我们孩子该打还是打。有时候是不是啊？不听话的话，你不打他的话，他就觉得有点纵容他，但是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打了之后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。其实留守儿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其实基本上很多社会都在关注这个。但是没办法呀，你要整体上来说，让很多孩子留在家里面，没在父母身边的话，在教育上面，跟老人的话确实会差一点嘛。对，你觉得会不会？但是这就是现在普遍农村的一个现象啊，是不是啊？要是在城里，要是父母像我们这样自己有条件的话，哪个不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呢？是不是啊？现在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因为没有多大的能力，现在什么都贵，什么都消费又高，是没能力。有能力的话，现在是年轻人的房贷呀、车贷呀、这贷那贷呀，是不是啊？压力大，没办法，要生活要生存，又孩子在家里爷爷奶奶带的话，虽然说没跟在自己身边好，但是其实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一样都不会少。对，就是现在我有这种感觉啊，就是爷爷奶奶带的话，他会相对来说更加纵容孩子。对，更加纵容一点，他舍不得打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你看哪个家庭就2个孩子、3个孩子都好少，是不是啊？2个孩子都少了。对呀。对。没办法呀。现在是什么都贵，学费也贵啊！哎呀，学费这个能不能说？有没有想过把孩子带到这边来上学？没有想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小，生活环境不好，开销太大了，开销也大。我们做这个很不稳定，它不是说固定的话每个月有好多钱，就是说你老板有事给你做的话，你就可以挣多一点；没事的话，你一样天天玩。没事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外面找啊，你刚才不是说？但是价钱也低啊，
外面价钱很低的。就是没事儿的时候价钱就会压得很低是吧？对对他也没有什么发货的啊。他如果大环境生意不好的话都不好，就没有外面那个公园就没有发货的。哦，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生活环境差了，再就是孩子跟着你熬夜，对孩子是不是啊也不好。在老家的话能够准时准点休息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空气也好一点，在老家，在这里你看在这里我们做这个灰尘大，再一个噪音四周的噪音也大，孩子休息也休息不好。等他放假了之后就把他带出去玩呐。孩子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做事也分心。7月放假，我们6月底就会回去，然后就回去陪他玩2个月，然后就带出去玩一下。那你们这事儿就会停掉吗？对呀，那就会停掉了。老板就会发给那些没有回去的人做。这样子。对。那总有没有回去的。就说这2年大家开始转变了，以前没有说暑假要回去啊或者啥。对，现在的人想得开一点了，是因为你再怎么努力，也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，所以一些人都选择就这样得过且过，好多人就选择躺平。哪有躺平呐？只是说把这个生活过去就行了。对啊，因为你再怎么努力，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努力有什么用呢？你躺平的话，你小孩吃什么呀？还躺平。只是说现在一些年轻人，比如说彩礼啊，一些没有结婚的一些，是不是啊？一些单身汉啊，彩礼啊这些东西，你再怎么努力你也得不到，是不是啊？再怎么努力你都结不了一个婚，是不是啊？你们那里可能结婚还好一点。贵，彩礼高，彩礼也高。也高啊？对。湖北天门是最高的。天门最高的。对。起步价彩礼都是30万。30万。对。但是我们那边就这一点还好，比如说你是男方的，女方要求你30万的彩礼，但是呢，到时候结婚的那一天，女方就会把你的彩礼带过来，还顺便女方家有条件的话，还会多带一点过来，还会有陪嫁的。对，陪嫁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说，关键是你要先拿出这个30万，然后有房，先证明一下有没有这个实力啊。对，先证明你的实力。那还可以啊，那有的地方他不还的，那个很难搞啊。对，所以说现在一些人都，你说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那个要求，你说怎么搞？你们之前是就在老家自己建了一个房子是吧？对。在老家建了。那你结婚的时候也就啥都没有了？没有了。没有啊。没有，那你为什么那时候嫁给他？因为爱情啊。因为爱情。对呀。嫁给爱情挺好啊，现在人都不讲究这个了。嫁给钱了，现在。对，现在都讲究实际的。你们当时老家建那个房子花多少钱？20万。也是花了120。对，然后买了一个车，把2个小孩养得这么大，就感觉这些年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过来了，浑浑噩噩的过来了。因为他人还蛮好，知道吧？他是比较那种情绪比较稳定的人。情绪比较稳定。因为我的话，比较老实本分。对。因为我的话，我不是天门的，晓不晓得？我是武汉那边的，武汉郊区的。因为武汉那边的女孩子的话，脾气就是很暴躁。很暴躁。对。就是有什么说什么，性格很直。但是我有时候发脾气啊，她就很包容。所以我们2个人很少吵架。还能够互补一下。对，我们2个很少吵架。不是武汉女孩子暴躁，是你暴躁，对不对？行吧。是你太暴躁了。那你们俩这个搭配还可以啊。所以说不管多累的话，我感觉每天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。